这是我见过最憋屈的荒野建造。男人和朋友来到野外露营，辛辛苦苦建造营地，没想到差一点点就被狂风暴雨和冰雹摧毁。现在他们总算明白了什么才叫做看天吃饭。麦克在丛林中找到一片空地，他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可以露营野炊的庇护所，不需要很大，够用就行。作为一个营地，起码要有用于防御的围栏、遮风挡雨的帐篷、烧火做饭的篝火。话不多说，抬手就干，首先制作围栏。麦克将木头的一端削尖，直愣愣地插在地上，4根木条平行摆放，中间铺满木头，形成高度1米出头的围栏。丛林中有这么多树，铺设一个遮阳帐篷并非难事。别看这层帐篷很单薄，人家的质量还真不赖，防风防雨防紫外线，唯独不防各种小虫子。丛林中的蚊子绝对是最烦人的生物，时不时就在小哥的身上叮出几个大包。现在正值雨季，雨水洗刷过的丛林植被茂密绿叶油油。接下来他用木棍拼接出一个三角支架，相当于一个小型工作台，将砍伐来的树干放上去即可进行切割。他要多建几排围栏，将这片小小的营地围起来，一方面是为了划分地盘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各种小型野生动物突然造反。围栏可以防野猪，但防不了诸如熊、花豹之类的大型动物。不过没关系，遇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低，因为这里位于丛林的边缘，向外稍走几步便可看到一大片空旷的草地。警惕性强的野生动物不喜欢在这样的区域出没。他将砍伐来的树桩堆放起来，地上放一根将近2米长的粗壮树干，相当于一条长凳子。干活干累了可以坐在这里休息。下一步是建造篝火，先用木头围出一个矩形区域，占地面积约1.5平米，左右两边插入木棍支起烧烤架，中间烧火，上面挂食物，这样就可以在丛林中吃到正儿八经的原生态烧烤。可惜天公不作美，火还没有烧起来，一场小雨不期而至。得益于季风气候，低纬度地区的雨季加水量固然很大，一言不合就下雨，但每次下雨持续时间都很短，短则10几分钟，长则几个小时。乌云一走雨就停，雨一停太阳就冒头变天，和变脸似的，一天从早到晚好几个模样。雨停后烧起篝火，将木材烧成木炭，将收集来的雨水灌进茶壶烧开煮沸，泡一杯热茶解解乏，喝完继续干活。麦克以砍伐来的树干作为凳子倒也不是不可以，缺点就是个屁股，所以他拿起斧头将原木的表皮砍掉，硬生生砍出一个平面，这样坐下去就舒服多了。平时一有空就要多砍一些木柴，堆放在一旁作为备用燃料，保证篝火可以持续燃烧。与之相对应，麦克还需要建造一个柴棚。丛林中啥都缺，唯独不缺木头。砍伐几个木材搬回营地，放在木架子上，用钢锯切割两端。他拿着匕首将一根木段削成把手，套进螺纹钻孔器里，手动在木头两端钻孔，在树心处开孔挖洞，从而将手中的木枝组装成支架。在没有钉子的情况下，衔接处可以用绳子绑定，照样很牢固。将组装好的支架放在营地旁边。此时天上又开始飘雨，雨滴碰撞树叶，沙沙沙的声音回响于他的耳畔。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忙碌，想着赶紧把柴棚的骨架拼接好。奈何雨越下越大，天空中隐隐传出轰隆隆的雷鸣声。麦克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因此叫来另一位露营者提姆大叔来帮忙。2个人分工协作，处理木材的效率明显提高了不少。可以看到这个柴棚分上下2层，他用斧头将中间的支架削平，提姆大叔则负责切割木板，将切割平整的木板紧密排列放在支架上，固定好即可放置杂物。其实营地里也没什么杂物，主要就是用来放柴火的。剩下的木板用于给柴棚封顶。大家要知道，现在是雨季，淋了雨的湿木头点不着，所以才需要额外制作一个柴棚用来堆放木材，避免出现点不着火的尴尬情况。地面的空间也要合理利用，随手再给柴棚铺一层底板，这样就可以存放更多的木柴。这次上山露营，麦克随身携带了不少食物，主要是一些牛排、鸡蛋以及面包，放在平底锅里煎熟即可，每餐一顿。刚刚吃完饭，最令人感到糟心的事情来了。刚建设好的营地差点毁于一旦，摇摇晃晃的帐篷眼看就要被撕碎。幸好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营地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，但并没有被完全摧毁，稍加修复还可以继续使用。也正是因为这场暴雨，麦克意识到烧火做饭不能光靠篝火，这种又小又简陋的篝火过于脆弱，稍微下点雨就会被熄灭，风一吹连渣渣都不剩。没有熄灭的炭火到处乱飞，有0.01%的可能性把树林点燃，那可就惹大祸了。荒野求生直接变成拘留所、踩缝纫机。于是他琢磨着专门建造一座火炉。制作火炉需要用到不少材料，用木头肯定不行，在这附近也没有找到数量足够多且大小均匀的石块。与其用泥巴糊一个小土炉，倒不如手动制作一批砖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提姆大叔帮了不少忙，因为他从山下搞来了不少水泥，随后再从树林中收集一些粘土，混合在一起就是最好用的原材料。虽然制作出来的是那种很原始的水泥土砖，但大家要知道这里是野外，条件十分有限，能 DIY 一批形状规则且坚固耐用的砖头就不错了。还要什么自行车？
将砖头铺在地上，一层层垒高，形成一个凹字形炉坑，上方则用凝固定型的水泥板封口。上山的时候，提姆大叔还捎带着搞来了一种新的材料，这种材料很适合制作泥瓦片，虽然看上去有点松软，但其实特别耐烧，可以用于充当火炉夹层的隔板。按照麦克的设想，要做一个原始版的烤炉。丛林附近有一条河流，空闲时间可以在河边钓鱼，用烤炉做烤鱼会很方便。麦克要给这座烤炉搭建一个拱桥型顶盖，这并非是一件难事，但需要自行调制泥巴。所剩不多的水泥全都用来做砖头了，所以只能把泥巴当成水泥来用，混合着砖头垒出一个拱桥形状的盖帽，直接盖在火炉的夹层上方，中空部分用木头撑起来，直到泥巴和砖头定型。拱桥顶盖的上方要记得留口，因为要插烟囱，没有烟囱火不可能烧旺。麦克其实是个很细心的人，他挑选了一块大树的树皮制作成火炉的门盖，甚至还给门盖加装了一个把手。除此之外，还在这个小炉子的上方安装了一圈支架，看上去像一个迷你版的三角屋顶。他将树桩从中间劈开，撕扯成一条条木片，加工成细条状的细木板，安装在火炉顶部的支架上，形成一个网格形的护栏。提姆大叔给他带来了不少瓦砖形状的小木片，将这些木片安装在护栏上，搭建起一个完整的三角屋顶，从而保护火炉不被冰雹或其他物体砸穿。毕竟麦克前几天刚被冰雹砸过一顿，所以考虑的事情会特别多。这可真的是一招被蛇咬10年怕井绳。如果此时此刻再下一场大冰雹，哪怕帐篷塌了，这个小火炉也不会受到任何损伤。将劈好的木柴放进火炉里，点燃之后盖上门板，使柴火得以充分燃烧。现在营地里有2处火源，地上的篝火用来烧水，这个小火炉则负责做饭。比如今天他就钓了一条4斤重的鱼，咱也不知道这种鱼是什么品种。开膛破肚，去除内脏，洗干净之后，将葱姜蒜以及各种调料塞进鱼肚子里，腌制20分钟，表面再撒上一层辣椒粉，用锡纸包裹得严严实实，随后放进火炉里用炭火烘烤，只需要等待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一条美味的烤鱼便可出炉。此时丛林里又刮起了风，恐怕今晚又要下雨。不过麦克丝毫不惧，毕竟他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现在要做的是享受美味。他和提姆大叔一起品尝这条烤鱼。虽然荒野求生很艰难，但只要有美食相伴，似乎一切劳苦都可以被忘却。